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一支属于蛮冷门的领域与公司，并且看看他们未来的潜能，也就是马来西亚的干货运船领域的下集。那么今天小编我将会来探讨另一个最近蛮火热的领域。想要知道是什么领域的话，就记得留守哦。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好让 YouTube 的演算法能把我们推得更远，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那么今天的主角到底是谁呢？它就是化学领域，而这个领域的上市公司就有 LC Titan、Ancom、Nylex、Semchem、Luxchem、Hexta、Texchem 等等。那么何谓化学领域呢？他们主要生产的产品就是溶剂、solvent、粘着剂、酒精、磷酸，甚至肥料和很多工业上会用到的化学物品。而这些产品也被广泛使用在不同的领域，就像工业工厂、基建项目、农业耕种都会看到化学产品的行踪。那么进入正题前，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世界上主要的化学生产国到底有哪一些。那么最大的化学生产国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共占了全世界化学生产量的30到35%，而中国则排名在第4名，然后在第9名则是印度，印度的生产量也占了世界4到6%。可以见得，现在疫情最严重的印度对化学领域生产线的贡献不容小视。那么为什么小编我要提起这些国家呢？因为接下来我们将来分析化学领域的需求与供应。我们先来说供应方面，第一点就是众所周知，这一次全球疫情导致许多工厂受影响，很多工厂敌不过疫情的摧残，导致很多面临现金短缺倒闭，而这就让化学产品的供应短缺了。那么第二就是因为之前美国德克萨斯州在2月份受到严寒天灾的影响，导致许多主要的生产厂家被迫停工，而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停工，这必定导致供应短缺。那么第3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印度现在的疫情严峻，跟美国德克萨斯2月份的情况一样，许多工厂也是完全不能开工，导致供应量减少。那么之后我们再来看化学产品的需求方面又有哪一些改变呢？首先当然就跟现在众多领域一样，搭上复苏的脚步。随着疫苗的推出，更多领域开始运用到化学产品，就好像建筑、汽车行业、食品包装、医疗保健等等，基本上很多行业都会用到化学产品。然后也就是第2点，中国的快速复苏和经济刺激计划也带动化学领域，大大提升了他们的需求。而经过疫情洗礼后，生产量减少，但是复苏的脚步却带着需求量增加，这也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而这也让化学产品的市场平均价一再攀升。那么接下来小编我就来分享几家在大马上市的化学产品公司，并带大家简单的了解他们的业务。那么今天我们首要分享的公司就是 Nylex Berhad， 他们的第一个主要业务是聚合物分线 Polymer， 而他们制造的产品就有纺织皮和塑料产品。之后第2项业务就是工业化学产品 Industrial Chemical， 主要做 85% 的贸易与批发甲醇、甲醛与溶剂，而剩下的 15% 工业化产品则是生产酒精、磷酸以及粘着剂和蜂蜜胶。而第3个业务则是化工运输，也就是专门运输化学产品的邮轮。那么回到来，从他们这几个季度的业绩来看，我们看到在疫情的高峰期的2020财政年，公司总共是亏损了 23.2 个 million。 而 Nylex 表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2020年有了一个24个 million 的 impairment loss， 也就是减值损失，主要是为了减冲对 CKG Chemicals 的投资。那么疫情开始复苏后，他们的盈利也开始由亏转盈。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表现如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季度的收入是 289.1 个 million， 比上个季度的 263.4 个 million 上升了 25.7 个 million。
也就是9.7%，而盈利则是从上个季度的4.5个 million 上升到了4.9个 million， 也就是 8.8% 的涨幅。至于盈利率则是保持在 1.7%， 可以见得 NILEX 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表现，甚至更好。而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业务都占了他们收入的多少%。根据他们最新季度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 Polymer 业务共占了他们 7.59% 的收入，而位居第一的是他们的工业化产品，一共占了他们 90.8% 的收入，而他们的化学运输业务则只占了他们仅仅 1.6% 的收入。此外，从 NILEX 的工业化产品业务的收入中也能看到，从2020年第一个季度到第3个季度都有缓慢上升的状态，而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销量增加和平均售价增加。那么至于 Polymer 的业务的收入下滑，主要是因为需求量减低和原材料价格增加导致的。那么看完了他们的业务收入分布，我们就要来看看他们的地区收入分布，通常来自哪一些国家。首先我们看到主要的收入还是来自本土大马，一共占了664个 million， 也就是 58.4%， 超过了总收入的一半。而其次就有印度和新加坡，各占了总收入的 12.5% 和 7.3%。所以 NILEX 的投资者们必须要比较注意马来西亚化学产品的供应与其他会影响市场情绪的因素。那么现在 NILEX 的 PE 大家可以看到是负 15.6 倍，是不是说他们就是不好呢？那么现在小编我做一个假设，如果接下来化学产品的供应持续保持，收入与盈利也平稳，那么以每个季度 4.5 个 million 的盈利来计算的话， NILEX 的年度盈利将会达到18个 million， 除以现在的股票数量计算假设的 forward PE， 我们将会得到9倍的 forward PE。 那么你们对这样的 forward PE 的看法又如何呢？但是切记，这是以 NILEX 每个季度都赚 4.5 个 million 作为假设。那么听来 forward PE 是不是觉得很诱人呢？这里小编我就要先打住，因为 Encom 另一家大马的化学公司，也是 NILEX 的母公司，正打算把 NILEX 的所有债务和资产收购，所以一旦收购成功， NILEX 将成为一家只有现金但是没有主要业务的公司。那么如果想要在下期听 NILEX 的母公司 Encom 和他们两家公司之间的一系列操作和故事的朋友们，请 like 这支影片，并在留言区打上 AAA。此外，如果你们想要听小编我在这个化学公司系列里讲解哪一家化学公司的话，也能在留言区告诉小编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